媽的，我們船長竟然現在要帶我們穿越2座冰山，裡面還有一個冰塊哎，外條哦。看一個冰山，哇，超美的，美的。哦，它真的從中間開過去的呢，好嘎。而且你看。你的人生旅行清單裡是不是有格陵蘭？撫摸冰山、賞極光，還有走在世界的盡頭。這聽起來像是遙不可及，但這是我搶到的 last minute deal。14天的格陵蘭郵輪行程，內艙房只要$310。而就在出發前，我發現只要再多加$100就能升等到半遮蔽的陽台房。這是不是不買對不起自己？但是你以為買了船票就一定能踏上格陵蘭嗎？好大，感覺有點不妙。其實郵輪登陸格陵蘭的難度遠超過你的想象。今天就讓我帶你認識這全球最大島，也是最常被誤解的土地——格陵蘭。Greenland， 綠地嗎？那其實這是以前維京人為了吸引更多移民的騙局。那事實上，80%的格陵蘭全都是被冰雪覆蓋着，哪來的綠地？每年夏天冰河溶解，冰山出走，著名的鐵達尼號事件呢，撞的就是從這裡流出去的冰山。格陵蘭雖然名義上隸屬於丹麥，但本身卻是擁有高度的自治權。例如，川普如果想要買格陵蘭，那即使丹麥官方同意的話，而格陵蘭不同意，那交易還是不會成功。換句話說，丹麥就像是格陵蘭的爸爸，那爸爸同意不夠，我也要自己決定。遙遠偏僻被形容是世界的盡頭，那更早以前還被當成是流放之地，也就是把犯人關進這個天涯海角與世隔絕。而如今這個天涯海角的流放之地呢，能靠近它算是幸運，能踏上它不誇張就是奇蹟。我們從美東的巴爾的摩登船，經過6天的海上漂，終於迎來了格陵蘭的第一站納洛塔利克。哇，霧好濃！太陽公公，趕快出來吧！太陽公公，趕快出來吧！等一下，你看這個能見度，看這艘船就知道了。哇，壞消息了！結果呢？船長的一聲廣播：濃霧太厚，浮冰太多，風浪不穩，無法登陸。蝦米？被關了6天，結果不能靠岸下船。這時候，船上的氣氛充滿了怨念和火藥味。我家老爺說：不來會後悔，來了也可能後悔一輩子。今天的浪好大哦，越接近北極，好像浪越來越大。事實上，想登陸格陵蘭真的是要靠點運氣。格陵蘭最南邊的2個小鎮納洛塔利克跟卡克爾托克這2個港口呢，因為水深跟港口的設備不足，那郵輪乘客需要搭乘接駁艇來登陸。另外，接駁艇也會受到天氣、風浪跟浮冰的影響而臨時取消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旅客來到格陵蘭卻無法成功的上岸。因此，很多格陵蘭的郵輪行程呢，一定會標注着行程是否能靠港，需要視天氣跟浮冰的狀況來決定。當地的快艇小哥告訴我們，南格陵蘭這2個港口根據往年的數據，平均每年大約有70艘的郵輪嘗試靠岸，但其中竟然有25艘2個港口都登陸失敗，那只有大約45艘可以成功登上一個港口，是至少一個港口哦，並不是2個都能夠登陸上岸。至於能夠幸運成功登陸2個港口的，是非常少見。的無緣的 Naratalik， Greenland。 《
納洛塔利克，我們靠港失敗了，但是卡庫托克 ，we made it， 成功上岸了。Finally, we ready to go. Green lane, green lane, green lane, green. 成功登陸之後呢，我們立刻搶先報名搭快艇賞冰山。那這不是跟郵輪公司購買的行程哦，而是下船後我們在港口現場找當地的小販報名。不得不分享我的省錢心得，郵輪公司賣的是一個人1個小時$205，哇，真的貴到我下不了手。但想想來到格陵蘭，如果不搭快艇賞冰山，那不就像是到意大利不吃披薩一樣？所以我們採取了網友的建議，在當地購買行程。那這行程費用立刻變成一個人只要$150，現省了$55。而且更幸運的是，雖然我們是付團體的票價，結果全船竟然只有我們2個遊客。如果你是向郵輪公司買這類的賞冰山行程的話呢，一艘快艇通常是要塞10幾個人。賞冰山的快艇有幾款選擇：開放式的橡皮快艇、半封閉或全罩式的遊艇。那愛冒險的我當然選擇敞篷式的快艇，可以真正感受到乘風破浪，而且這類的快艇最能夠貼近冰山。那看起來雖然簡陋了一點，但是駕駛小哥的技術讓我覺得安全無慮，速度感一流。當快艇劃破冰層，轟隆隆的聲音很震撼，很刺激。到哭吧！你就要幫我拍一張吧。哇！哇！好漂亮哦！哇！開心啊！哇，超美的，美到我都不想浪費時間來這裡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離冰山這麼近，這才真正的體會到為什麼鐵達尼號會沉船。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，而藏在水面下巨大的冰山遠比想象中更深、更廣、更危險。我們船長竟然現在要表演特技，穿越2座冰山，在2個冰山中間穿越過去，看起來水底下是都有冰的，不知道我們等下會踢踢踢踢。對啊，穿越2座冰山，哇！你看中間還有一個冰塊哎，外條吼。哎。哇！你看那邊還有一個，那還有一個冰山。哦，它真的從中間開過去的呢，好尬。而且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都在。哇，你照一下下面。要許好大，真的為中啊曬過呢。哦，超級近的。不會，我覺得現在剛剛好像有人偷了。這些冰山就像一座座巨型的藝術品，那充分滿足了我的視覺與聽覺，甚至還有觸覺和味覺。現在真的藝高人膽大，要我你摸冰塊哦，要我你摸，真的要我你摸到哦。真的，哦，好像是可以摸。這小哥超級的貼心，他把快艇停在冰山旁邊，那我們甚至可以伸手去摸到冰山本人。啊，他還特別挖了一大塊的陳年冰塊給我試試，對，就是那種千年甚至萬年的冰塊，那我含在嘴裡，甘甘甜甜的，意猶未盡。另外，小哥還跟我們分享一些冰山的基本常識。他說這些顏色跟冰的年齡有關係。
那冰山不只是白色的，它們在陽光下會閃出各種藍色的光芒。那有的是牛奶藍，有的是透明藍，有的甚至像藍寶石那樣深邃通透。越古老的冰層裡面的空氣越少，壓縮的就越密，顏色也就越藍越深。眼前看到的每一座冰山，其實都是從格陵蘭內陸冰帽裂解而來的。那這裡很多的冰山都是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漂流，最終才緩慢地抵達這一片海域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要哭了，我们这个 private pool。在這1個小時賞冰山的行程裡，我幾乎分分秒秒都在讚嘆、震撼與感動中度過。感嘆人類在這大自然面前有多麼的渺小，那震撼這美到至極的冰山。每一座冰山都記錄着地球氣候變遷的歷史痕跡，而這些痕跡呢，卻是每天都在消失中。如果你有機會來到卡科爾多克呢，千萬不要錯過這快艇賞冰山與世界盡頭的面對面。我們這個是第4個嘛，對不對？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嘛，對啊，這是第4個。近距離看完冰山之後呢，我們又報名了3小時的環湖健走。那這趟真的不是散步哦，而是一步一腳印的走了整整3個小時。所以體力不佳的人千萬不要輕易嘗試。一走進極地大湖區，導遊立刻提醒大家，務必走在步道上，步道兩旁是50年才長出來的草皮。哦，哭，原諒我的無知。這地面上布滿的北極苔蘚、極地灌木，看起來普普通通，但是每一寸的苔蘚都是歲月的積累。那有些青苔15年才長1寸，有些灌木45年才冒出3寸。那這樣算起來，這地面的灌木苔蘚可能有些是我的長輩。我原本以為這些石頭堆只是無聊觀光客堆出來的，那其實它們既不是裝飾，也不是打卡拍照用，而是生死一線的指標。因為這裡冬天風雪太大，路會被掩蓋消失，而石頭堆塔就像雪地裡的燈塔。那以前的人會在石頭塔旁邊存放糧食，避免暴風雪裡迷路斷糧。那傳說曾經有人靠着石頭塔找到食物，救了自己一命，但也曾經有人在石頭塔旁邊發現了遺體和日記本。導遊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格陵蘭的日常知識。這裡沒有星巴克，沒有 Costco， 沒有麥當勞，只有2-3間的超市跟1間迷你郵局，還有一排排童話般的彩色小屋。另外呢，超市竟然是國營事業，你說誇不誇張？色彩繽紛的小屋散布在山坡上，那每一種顏色都有它的職業身份密碼。鮮豔不同顏色的建築，除了辨識方便以外，據說也是為了讓冬天心情不至於太鬱悶。哇，連水溝都看起來都那麼乾淨。格陵蘭的總人口不到6萬人，那當地人常常自嘲狗比人還多。那說到格陵蘭犬，它們並不是單純的寵物，而是當地人生活上最重要的夥伴。那為了保留它們原始的耐寒、耐力跟雪橇能力呢，對於格陵蘭犬的純正血統控管非常的嚴格，也就是不出口、不進口，而且只要格陵蘭犬離開格陵蘭，就永遠不能再回來。
小鎮的市場還保留着傳統捕魚打獵的生活。我們還遇到了阿伯用簡單的樂器哼着格陵蘭民謠，畫面超有原始感。哇，這東西都好貴哦！因為格陵蘭的物價真是嚇死我了，這裡的 T 恤賣一件38美金，那保溫杯竟然要價60美金，一杯咖啡是美國的2倍。慢慢出来我们就喝了這個格陵蘭的啤酒，看起來好像咖啡。所以啊，導遊說這裡的觀光季只有一個季節，3-4個月而已。那物資的進口補給也就只有5-6個月。所以格陵蘭要不是靠丹麥政府的補助，很多人早就活不下去了。這趟極地健走，我深刻體會到什麼是人類渺小，格陵蘭巨大。來到卡克托克，別以為只是拍拍冰山、買個磁鐵，而是用雙腳去丈量苔原，用舌頭去品嘗萬年冰，用心去感受世界盡頭的寂靜。不誇張哦，從進入北極圈開始的每一個晚上，我都熬夜不睡覺，目標就是要追那道光。但是現實很殘酷，烏雲天天都跟着我們跑。就在追光的第一個晚上，我在陽台上硬撐到凌晨2點，也終於等到那道傳說中的綠光。但是竟然在厚厚的雲層裂縫裡冒出來之後，閃了2分鐘就消失了。唉。那幸好之後的幾個晚上 KB 值升到6，那黑暗中的那抹綠光肉眼清晰可見，我立馬衝到頂樓的甲板，跟一群不認識的人一起拍手，一起歡呼。這就是追光人的浪漫，你永遠不知道等的那一刻會不會真的到來。雖然這趟郵輪旅行格陵蘭登陸才是主菜，但是接下來這3個加拿大東北角的小港也值得我留幾分鐘來跟大家分享。那畢竟這輩子會不會再來第2次 ？Who knows？ 聖安東尼位於加拿大紐芬蘭島的東北角，所以也又被稱為世界的盡頭。哇，好多個世界盡頭！那這裡有一條476階的登山步道 ，Daredevil Trail， 中文就叫做不怕死之路。我本來以為這一對大多數是阿公阿嬷，應該走得會比較慢，沒想到他們健步如飛。那我只能假裝邊拍照邊休息，啪啪轉的去追他們。那下山後呢，我們又逛了當地的超市，然後悠閒的在港邊曬太陽、吹海風，喝一瓶伏特加柳橙奶酒配炸魚排，滿足完美的一天。我們這整盒多少？11塊多。2個鱈魚嘛，然後這個是什麼？魚餅，這是魚餅，然後再一個那個的青菜。對。來到這個一輩子不會再來的一個城市 Corner Brook 科納布魯克。那這裡是加拿大紐芬蘭省的第2大城，千萬不要對這個港口期待有城市感，因為這裡沒有太多的觀光客，但是有森林、河谷、有教堂，那感覺上就像是一座被森林包圍的安靜小鎮。我在這裡就隨便晃晃，看山看海，很適合悠閒的慢步調。Sydney 和澳洲雪梨同名 Sydney。那這一站呢，有加拿大東岸最大的小提琴雕塑，是港邊拍照很有代表性的地標。那市區裡還有彩虹十字路口、藝術塗鴉街區、咖啡香四溢的小店，而且還保存着一座超過250年的歷史皇家教堂。午餐我們選擇了當地50年的老店炸鱈魚條，外酥內嫩，多汁味美，大推。
加拿大東北三小港雖然少了冰山，但是小鎮的慢活氣氛卻為這趟格陵蘭郵輪旅行畫下了完美的句點。小寶貝，大吉！這是防護人員每天幫我整理房間之後的小驚喜，很可愛吧？那天天都有新花樣，它折得可愛又用心，我每天都偷偷的收藏着，直到郵輪的最後一天，我特地為他們舉辦了一場告別式。吹告艙房的時候，順便也給防務人員一個小小的驚喜。最後一天，我靜靜地坐在陽台，那意外地遇見幾隻鯨魚劃過海面。是不是人生就像這趟郵輪旅行，起起伏伏，有時候沒有登陸成功，但有時候極光只閃過2分鐘。但是只要你一出發，這些回憶就存在。我是愛完美，更多的旅遊日記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哦。